很多人养花都有个天大的误区，总觉得水浇的越多，植物就长得越快越好。其实这完全搞反了。想要植物长成价值连城的老桩，想要它横向生长变成大粗腿，核心秘诀根本不是拼命施肥，而是要学会狠狠的控水。所谓的旱养法，绝对不是让你把花活活干死，而是利用植物千万年来进化出的求生本能，逼迫它把生长的能量从顶端转移到根部和主干上。这一招你要是学会了，不管你养什么花，哪怕是路边不值钱的草花，都能轻松养成古朴苍劲的艺术品。今天我就把这套压箱底的控水绝学拆解得清清楚楚，让你家那些总是细细长长、张牙舞爪的豆芽菜，摇身一变成为真正的盆景。植物的细胞里大部分都是水，当你源源不断的给它供水，它的细胞壁就会疯狂吸水膨胀，就像吹气球一样，细胞不仅变大，而且是纵向拉长。这时候植物就会觉得，既然水资源这么丰富，我就不需要把根扎得太深，也不需要把杆子长得太硬，我只要拼命往上长，去抢阳光就好了。所以水大的植物往往根系都很浅，都在土表层浮着，因为不需要费力气就能喝到水。这样的植物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，外表看着绿油油的，其实里面是虚的嫩的，这就是典型的虚胖。旱养法的核心逻辑就是给植物制造一种生存危机感。当你开始有意识的减少浇水频率，让土壤处于一种偏干的状态时，植物马上就会接收到一个信号，水资源短缺了，生存环境恶劣了。为了活下去，植物会立刻启动2套应急方案。第一套方案是拼命向下扎根。表层的土干了，植物为了找水，会把根系疯狂的往土壤深处钻，去寻找那个花盆底部仅存的一点点湿气。这个过程就在不知不觉中帮你养出了极其发达的深层根系。根深才能叶茂，根系强大了，植物吸收养分的能力自然就强，这是基本功。第二套方案就是植物会停止纵向的细胞拉长，转而进行横向的细胞加粗和木质化。因为它知道现在缺水，如果再往上涨那么高，水分输送的路径太长，它会供不上水，所以它会聪明的选择矮化自己，把有限的能量用来加粗主干，让茎秆变得更结实，以此来储存更多的水分和养分备用。这个加粗和木质化的过程，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变成老桩的过程。很多人说，我也知道要控水，但每次一控水叶子就黄了，或者是直接干枯了。这说明你没掌握好旱养法的尺度。旱养绝对不是让你直接断水10天半个月不管，那叫弃养。真正的旱养法讲究的是一个干湿循环的节奏，而且这个节奏必须是循序渐进的。对于那些平时被你娇生惯养，每天都要喝水的植物，你不能一下子给它断水，它的根系还没适应，你要给它一个驯化的过程。第一步，先观察它的叶片，这是最直观的信号灯。以前你是看土表干了就浇水，现在不行，现在你要看叶子。当植物的底层叶片开始发软，摸起来没有硬挺的感觉，甚至有点轻微发皱的时候，这时候才是浇水的最佳时机。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叶子发软？因为当叶片开始发软，说明植物体内的水分库存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，它开始动用储备资金了。这时候你给它浇透水，它会像饿狼一样拼命吸水，这个过程能极大的刺激根系的活性。而且你会发现，经历过几次这种渴着它的训练后，它的叶片在吸饱水恢复过来时，会变得比以前更厚实，颜色更深。这就是植物为了抗旱进化出的自我保护机制，叶片变厚是为了锁住水分。这种旱养法如果不配合合适的土壤也是白搭。如果你用的是那种保水性特别好的大黑土，或者是纯泥炭土，你很难做旱养，因为这种土一旦干透了就会板结，再浇水根本浇不进去，水顺着盆边流走了，中间还是干的，植物就真的干死了。所以想要玩转旱养法逼出大老桩，你的土壤里必须加颗粒。对于大部分想要控型的植物，比如金枝玉叶、玉树，甚至是月季和三角梅，你的土壤配比里颗粒土的含量至少要达到 50% 甚至更多。颗粒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
就是透气透水，而且它能创造出一种潮而不湿的环境。当我们浇透水后，多余的水分会迅速流走，只保留颗粒内部微量的水分和颗粒之间空隙里的湿气。这种环境是根系最喜欢的。根系在颗粒的缝隙里穿梭，呼吸着新鲜空气，同时又要努力去吸附颗粒上的水分，这就能练就一身强壮的根系。而且颗粒土干得快，能让我们控水的周期变短。原来10天干一次，现在3天就干了。植物经受锻炼的频率变高了，成型的速度自然就快了。我们具体来说说几种常见的植物怎么通过旱养法来塑形。先拿金枝玉叶和玉树这种多肉质的植物来说，它们是天生最适合旱养的，也是最容易通过控水变成极品盆景的。很多人养的金枝玉叶，枝条长得特别快，软趴趴地垂在花盆边上，一点形都没有，这就是水大的表现。对于这种植物，你要狠心，每次浇水之前一定要捏一捏它的叶子，不是捏上面的新叶子，是捏下面老一点的叶子。如果叶子硬邦邦的，哪怕土干的裂缝了，你也别浇水，一定要等到叶子摸起来软绵绵的，甚至有点皱巴了，这时候再浇水。而且浇水的时候不要像以前那样大水漫灌，你可以选择小水慢浇，或者用浸盆法，让水慢慢渗透上去。在这样的虐待下，你会发现金枝玉叶的节间距，就是叶子和叶子之间的距离会变得非常短。原本2片叶子中间隔着2厘米的杆子，现在可能紧挨着长，这就显得非常紧凑。更神奇的是，它的表皮颜色会发生变化。水大的时候，杆子是绿色的、嫩的，一控水，杆子很快就会变成苍白色或者灰褐色，表皮开始起皱，呈现出一种苍老的树皮质感，这就是木质化完成了。一旦木质化完成，这个形状就定住了，以后不管你怎么养，它都不会再变回那个软趴趴的样子，这就是我们说的骨架养成了。再来说说三角梅，三角梅在台湾非常普遍，很多人叫它叶子花。这花有个特点，有水就长叶子，没水才开花。如果你想让你家的三角梅开成见花不见叶的大花球，或者是养成古朴的盆景桩，旱养是唯一的出路。三角梅的旱养比多肉还要狠，在它生长期，如果水给足了，它会长出很长的图长枝，上面带刺，非常难看，而且这种枝条只消耗养分不开花。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它的叶子在大中午的时候全都耷拉下来，像被晒蔫了一样，这时候别急着浇水，等到太阳落山。晚上如果你看它还没恢复精神，还是耷拉着的，这说明是真的缺水了，这时候给它浇一点水。注意，是给一点水，不是浇透，只要让它能维持生命，第二天早上能把叶子立起来就行。这种半饥半饱的状态会逼迫三角梅停止营养生长，它会觉得我命不久矣，必须赶紧繁衍后代，于是它的枝条顶端就会停止生长，转而分化出大量的花芽。同时因为水分不足，它的枝条不会徒长，长出来的侧枝会很短很粗，这就自然形成了紧凑的株形。如果你仔细观察那些路边没人管的三角梅，往往开的比家里精心伺候的要好得多，长得也更有型，就是因为靠天吃饭，经常处于干旱状态，反倒成就了它。除了控水，旱养法还有一个配套的动作，那就是修剪。旱养是控制生长的速度和方向，修剪是直接去掉不需要的部分。当我们在控水的过程中，植物因为顶端优势被抑制，顶芽长不动了，它就会从下面的杆子上爆出很多侧芽。这时候你要注意筛选，我们只要留那些位置好的向外生长的侧芽，对于那些向内生长的重叠的或者是位置太低的角芽，要及时抹掉。因为在旱养的状态下，植物的能量是非常宝贵的，我们不能让这些无效的芽点浪费养分，把有限的能量集中供给给那几个主要的主干枝条，让它们在缺水的压力下变得更粗壮。这就像是人健身一样，你不能光饿着，你还得做针对性的训练，修剪就是给植物做塑形训练。先来说说大家最头疼的夏天。在台湾这种亚热带气候，夏天又热又湿，对很多植物来说就是个鬼门关。
很多人觉得夏天这么热，水分蒸发这么快，我是不是得拼命浇水？其实恰恰相反，夏天才是汉阳法保命的关键时刻。大家要明白一个物理原理，水在高温下会变成什么？会变成热水，变成水蒸气。如果你的花盆里湿漉漉的，中午大太阳一晒，花盆内部就跟蒸笼一样，温度能飙升到40-50度。植物的根系在里面直接就被蒸熟了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闷根。根一旦闷坏了，接着就是黑腐化水，神仙也救不回来。所以夏天的高手养花都是极度控水的，尤其是对于多肉植物，君子兰、倒挂金钟这些怕热的品种，夏天的旱养不是为了造型，而是为了活着。我们要让土壤保持一种极其干燥的状态，甚至可以让它休眠。植物在休眠期，新陈代谢几乎停止，对水分的需求极低。这时候你只要偶尔，比如半个月或者1个月，在凉爽的傍晚沿着盆边溜一点点水，维持根系不干死就行了。这种夏天的极度旱养，虽然会让植物看起来灰头土脸，叶片甚至会脱落，但只要根是好的，杆子是硬的，秋风一吹，凉爽一来，一场透水浇下去，它立马就能复活。而且经历过这种生死考验的植物，秋天爆发出来的生命力是惊人的。再来说说冬天，冬天也是旱养的黄金期，但逻辑和夏天不一样。冬天气温低，水分蒸发慢，如果水多了，容易冻伤根系。水是导热的，湿土比干土更容易结冰。一旦盆土结冰，根系就变成了冰棍，细胞壁被撑破，植物就冻死了。所以冬天旱养是为了提高植物的抗寒能力。植物细胞液的浓度越高，冰点就越低，就越不容易结冰。通过旱养减少植物体内的自由水，提高细胞液浓度。这就好比给植物穿上了一层防寒服。对于那些准备在春节开花的植物，比如长寿花、蟹爪兰，冬天的旱养还能促进花芽的进一步分化。你有没有发现冬天水浇多了，蟹爪兰容易掉花苞？那就是因为水大根系呼吸不畅，或者营养又跑去长叶子了。保持盆土微干，花苞反而长得牢，开得艳。讲完了季节，我们必须得聊聊光照这个旱养法的最佳拍档。旱养如果不配合强光照，效果至少打5折。我们控水的目的是抑制细胞纵向伸长，而光照，特别是紫外线，也有同样的功效。紫外线能抑制生长素的分泌，让植物矮化。当缺水和强光这2个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最强的天然矮状素。你会发现在露天环境下，全日照加旱养的植物，那个状态是极致的。它的节间距会短到几乎看不见，叶片会紧紧的包裹在一起，呈现出一种包菜或者莲花座的形态，非常紧凑美观。而且强光会加速植物表皮的老化和色素的沉淀。很多多肉植物或者木本植物在旱养加暴晒的条件下，表皮会呈现出迷人的紫红色或者古铜色，那是花青素在起作用，也是植物抵抗紫外线的一种自我保护。这种颜色是室内阴阳怎么都养不出来的。所以如果你决定实施旱养法，请务必把你家的植物搬到光照最充足的地方。只要不是那种喜阴的蕨类植物，大部分植物都喜欢这种阳光浴。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讲一种特殊类型的植物，那就是自带大肚子的植物，比如沙漠玫瑰、九瓶兰。这些植物天生就是为了旱养而生的，它们的那个大肚子，或者是膨大的根茎，就是它们的储水库。很多花友养沙漠玫瑰，叶子长得郁郁葱葱，花也开，但就是那个肚子长不大，直上直下的不好看。这其实就是被你惯坏了，因为水太容易得到了，它就不需要费劲把水存到肚子里。想要沙漠玫瑰变成真正的大象腿，你必须得虐它。每次浇水一定要等到那个大肚子摸起来发软了，甚至有点缩小了，你再浇水。这时候它会如饥似渴的吸收水分，并且为了应对下一次可能到来的更严重的干旱，它会拼命把肚子撑大，存更多的水。这一次次的缩小、膨胀、再缩小、再膨胀的过程，就是它的肚子被撑大的过程，就像吹气球一样，越吹越大。
配合这种旱养，我们还可以玩一招更高级的，叫做提根，就是在每次换盆的时候，把根系往上提一提，露出更多的根部在土面上。露出来的根部在阳光和干旱的刺激下，表皮会迅速老化，变成和树干一样的颜色和质感。这样几年下来，你就能得到一盆根系盘龙卧虎、肚子硕大无比的精品沙漠玫瑰。当然，旱养法也不是没有风险的，最大的坑就在于回水这个环节。很多花友心特别狠，控水控到了极致，植物都快干成标本了，然后突然良心发现，或者觉得时间到了，直接一瓢大水浇透，甚至还拿个盆泡着。这时候最容易出事，这就好比一个在沙漠里快渴死的人，你突然让他暴饮暴食，他的胃受不了。植物也是一样，长期干旱后，根系的吸收功能其实是处于半休眠或者微弱状态的，毛细根可能已经干枯了。这时候突然的大水，根系吸收不了，反而造成土壤缺氧，瞬间就把根闷烂了。正确的回水方法应该是循序渐进的。发现植物极度缺水后，先不要浇土，先给叶片喷水，让叶片通过气孔吸收一点水分，恢复一点生机。过了半天或者一天，再沿着盆边少量浇水，润湿一下表层土壤，诱导根系醒过来。等在这个微湿的状态下缓个一两天，叶片慢慢支棱起来了，根系活性恢复了，你再浇透水，这叫还浑水。救命的步骤千万不能急。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视的细节，就是旱养期间的土壤板结问题。如果你用的土壤粘性比较大，比如普通的原土，旱养几次之后，土就会硬得像石头一样，和盆壁分离，出现裂缝。这时候你再浇水，水会顺着裂缝哗的流走，你以为浇透了，其实土中间还是干的，这就叫截断水或者空心水。植物长期喝不到水，最后就真死了。所以旱养法对介质的要求极高。前面我们说了要加颗粒，这里我要再补充一点，除了颗粒，还要保持介质的疏松度。你可以定期用小铲子松松土，打破表层的板结，或者在配土的时候加一些椰糠或者泥炭，增加土壤的纤维质感，这样即使干透了，它也是蓬松的，不会变成硬块。如果你发现怎么浇水土都吸不进去，那必须得进盆。找个大脸盆装满水，把花盆放进去，水没过盆土表面，泡个半小时，直到不再冒气泡为止，这样才能彻底浸透。我们再来聊聊旱养法对于植物开花的精准控制，也就是所谓的催花。很多木本花卉，比如三角梅、九重葛、桂花，都有一个特性，就是在营养生长旺盛的时候不开花。什么是营养生长？就是长叶子、长杆子。你想让它从营养生长转变为生殖生长，也就是开花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控水。通过旱养给植物制造危机感，它会觉得环境恶劣，不适合长个子了，得赶紧开花结籽，传宗接代。这个时机怎么把握？一般是在花期前的1-2个月开始。比如三角梅，你想让它10月开花，8月就要开始控水。等到叶子彻底蔫了，再给半饱水，如此循环反复，直到你看到枝头冒出了米粒大小的花芽。一旦花芽出来了，就要停止极度控水，恢复正常的浇水频率，并且追施磷钾肥，保证花朵开得大，开得艳。如果你花芽出来还死命控水，那花芽可能就干掉了，这就前功尽弃了。所以旱养是手段，不是目的，目的是为了逼出花芽。目标达成就要及时收手。还有一点，旱养法对于那些容易徒长的草花，比如波斯菊、百日草，也是特效药。这些花长得特别快，稍微水大一点就窜多高，倒伏得一塌糊涂。在苗期，当它们长出针叶开始，就要开始控水，土不干不浇。这样长出来的苗节间短，茎秆粗壮，抗风能力强。而且因为植株矮壮，不需要打支架就能直立生长。这对于想要打造完美花境或者阳台花园的朋友来说，是必须要掌握的技巧。你不需要去买什么矮壮素这种化学药剂，控水就是最安全、最环保的矮壮素。